帅！遇上事儿了，老伙计们啊！这个是我的 All-in-One 服务器 HPE 的，质量非常好，特别易用。但是当时不知道怎么脑子抽抽的，我给里头装了一个 SSD， 这现在看不见了，在里头呢。然后做这个虚拟机的存储盘，然后不出意外的，它就出意外了，天天掉盘啊！这网呢是上着上着就不管用了，网管家里上不了网，惨不惨？我这虚拟机里头，你看装了多少东西啊？乌班图。我的旁路由，我的主路由，还有一台控制用的 Win10的一个 server All-in-One。光威这块就是出了问题的这个硬盘啊，你看我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存在这块盘里的。国产这东西还是不太靠谱啊！老伙计们赶紧点赞关注下倒霉的老张吧，伤了啊！你们还让我教大家 All-in-One 虚拟机吗？咱不是没有这个技术，咱是不想拉你们下水啊！于是我迅速迭代现有打法，全面打通技术模型，沉淀 AI 智能模式，协同打造科技新生态，差异化闭环。All-in-One 咱不玩了，咱要每个设备都独立，咱要 One by One。在服务器领域有一种刀片式计算集群，就是把一台一台具备独立运算的电脑做得跟刀片一样，然后插进一个机箱里面，可以说是现代版的去中心化设计了。但是刀片服务器那功耗还有那噪音，显然家里没法用啊！我要自己设计一台家用的 One by One 刀片集群，把我需要用的各种计算功能都给它独立安装在一个超小型的电脑里，然后把这个小电脑，一个一个统一的装到一个机柜里，一插完美。我呢，通常需要爱快的主路由 OpenWRT 的旁路由，一个4盘位的 NAS， 还有一台高清的 NAS 视频播放器。既然是 One by One 刀片集群，那每个服务都应该对应一台电脑。找来找去，我找到了这个3.5英寸双网口工控主板，参数表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啊。我入手的价格呢是300块钱不到一块，但是非常满足我的所有需求。英特尔6代酷睿处理器，这个处理器可以完美支持 4K 60赫兹输出和主流的 4K 高清视频硬解码，还支持完整的虚拟化服务。虽然咱不再玩虚拟机了啊，但是咱还得有啊。双网口干啥都行是吧？其他的我就不说了，唯独说说什么叫做3.5寸主板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和3.5英寸硬盘几乎一样尺寸的电脑主板。如果我给它设计一套专门的机柜，加上专门的导轨，家用刀片计算集群，这不就来了吗？直接买了4块。这次我换用2.5英寸硬盘来做 NAS 的数据盘了啊，5TB 每块，一共4块，20T。这样呢，不但容量大，噪音呢还可以顺便降低降低。接下来的难题呢，就是如何把这一大堆相当于5块3.5英寸硬盘的东西，给它合理的装到一个箱子里面。这可真就没有现成的东西了啊！咱们自己画一个自己做吧。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啊，首先我来给大家画一下它的后视图啊。我要设计一个机箱，然后呢，你看它像啥？这是插槽，一共是4个。这个地方是卡子，然后是往这个方向插入的，画一个这个透视图啊。这4个呢全是主机啊，大家注意，这里不是硬盘。然后下面呢是4个2.5寸的硬盘，RAID 5。后视图就是一个巨大的风扇，然后封路是这样的，完美。This pain you already know. Turn that to gains, let my money show. I've got these things that I can't let go. Watch me turn this life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can never own. I feel this pain you already know. Turn that to gains, let my money show. I've got these things that I can't let go. Watch me turn this life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can never own. 老伙计们调了无数版，打废了无数次啊，终于搞定了。这是所有的需要的耗材啊，给你们看看我打废了多少东西。看，中间我还调了一次方案啊，这是上一个版本的方案，这是最新版的方案。你看前后其实样子都有变化，一会儿在装的时候再具体聊啊，这个
大有玄机的。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上面的东西啊，这些东西都是要装进去的。首先咱来看，这是主机的机壳。现在呢，我把这个蜂窝调到了前面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我现在调成了5槽，之前的设计是4槽，最边上的一槽或这边的最边上的一槽可以作为硬盘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硬盘的这个数据线插上去之后，它会超出硬盘的厚度，大概就会变成这么厚。那你不想让线压得特别狠，那它就要占2槽，就有点类似于 NV 的那个2.5槽或者3槽的显卡那个意思是一样的。所以如果不插这个硬盘，那就可以插5槽；如果要插硬盘，那就是3槽加2槽的这么一个设计。然后这个呢是硬盘支架，这个是主机板的支架，这个是自带散热片，被动散热。这个机器是可以适配一个160毫米的风扇。ARGB， 这个是硬盘的供电线 ，DC 供电的插头，迷你 PCIe 转4 SATA， 这是4块一模一样的主板，系统盘，江波龙 ，DDR4 内存，螺丝，它需要这种内凹式的螺丝，滑轨它也是往里凹，所以这个螺丝插进这个螺丝孔的时候，它就会完全和平面融合在一起，这样保证滑轨是顺畅的。开装。我又重新更新了一版，之前的这个滑轨下面没有限位符，所以一放它经常会卡不住，看到没？因为这个打印的公差比较大，它咔嗒就下去了。全新版，透明初号机配色，颜色好骚气啊！骚气吧？加上 RGB 是半透明的，然后这里我加了这个限位符，上下都加了限位符。下面我现在还开了一个口，移动硬盘盒的扩展口，加了限位之后，看就卡住了，就完美。它这个 SATA 的供电线接口跟一般的是不一样的，我买了一根，我现在已经把它插上了，所有的供电的线 SATA 的线都已经搞定了。接下来一步就是大家最喜爱的插电开机环节啊。现在群晖4个硬盘都插好了，大家会问啊，怎么供电呢？你看，这是一个1转4的 DC 接口。这个机器呢是标准的 DC 接口，所以非常方便，你就是插电、插电、插电、插电。我有一个12伏的服务器电源啊，刚哥来这儿给看一眼，就这么一插，咔啪，然后你看啊，看这儿，自己就启动了，它全部是 Power On 自动的。我操，老张啥味儿啊？我靠！全扔了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别谈这个行吗？扔了吧。5T 没了，只有2T 了。上吧。开装。这次电源检查好了吗？你这问的太好了，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有多坑爹啊！这每个工控，它的线序的定义都不一样。这东西我以为都是标准的呀，插上就使了。这是标准的工控用的风扇，或者是 SATA 硬盘的供电线，就一个主板连2个硬盘，然后我再从这一个再扩出3个，就一共出来4个硬盘。黄色的这根是12伏的，红色的这根是5伏的。这块主板他妈的是反的，我得把这个针挑出来。手工啊，手工把黄的换到我的左手边来，把红的换到右手边来。我相当于把5伏的硬盘直接给干了个12伏的电压，它不烧就鬼了呀。这种时候比中彩票还难啊。那可不嘛，是不是应该7天无理由啊？各种系统的安装，那就是轻车熟路了啊。一切都调试好之后，咱们插电、插电、插电、插电。没有开机，它全都是来电自启的，完美。
咱稍微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这个 One by One 刀片集群的一个用法啊，省得大家理解不了。爱快不多说了啊，可以外网远程登录，还可以多线多播、单线多播，还可以装 Docker 等等等等吧。我呢主要用的是快鸟的网络加速功能。这个是我的旁路由，我呢一般给它指定的 IP 是这个尾段啊，就是.254。当我把手机的网关也改成254的时候，相当于瞬间进入超临界时空。我给大家看看能干啥啊？这些都是玩法之多，功能之多，超乎你的想象啊！并且你不想再超时空了，没关系，改成 DHCP， 一切恢复正常。这个就是我的新 NAS 4盘 RAID 5，再也没有3.5英寸硬盘的炒豆子的声音了啊！再也不用担心 SSD 全闪 NAS 老是掉盘了 ，NAS 的玩法那就更多了。基本上可以把各种电影啊、演唱会啊、美剧啊、手机照片备份呢都搞到里头。这还是个24小时不关机的迅雷下载机，白天下好视频，晚上回家直接就能看了。那怎么看呢？高清视频播放器 Library， 我装在了这台机器。哎，咱们插上 HDMI， 随时随地就能播放 NAS 存的这些电影了。妙啊，老张！妙，何止是妙啊！你看我装了一套复古游戏机的系统，没事的时候我插上个蓝牙的手柄，哎，来一把街头争霸。这是新版 EX 版。这简直就是中年男人的精神乌托邦用场。给链接，抄作业。不建议抄作业啊，太刺激了。